夜幕低垂，万籁俱寂。当你轻轻闭上双眼，准备进入梦乡时，是否曾有一种奇异而强烈的错觉，仿佛在另一个遥不可及的时空深处存在住一个完全不同的你？那个你或许正过着你曾经无比渴望却未能实现的生活，又或者正勇敢地踏上一条你未曾敢于想象的冒险轨道。这不仅仅是睡前大脑的随机幻想，也不是单纯的白日梦。在量子力学的宏大叙事中，这被称为多世界诠释 （Many Worlds Interpretation）。物理学家休·艾弗雷特提出，每一次量子测量，每一个你所做出的微小决定都不会让其他可能性消失，而是在宇宙的维度中分裂出无数平行的现实。每一次向左或向右的转身，每一次开口或沉默，都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宇宙。想象一下，你的生命并非一条单行道，而是一棵拥有无限分支的繁茂巨树。现在的你只是这棵树上的一片叶子，体验着其中一种可能性，但其他分支上的你同样真实地存在住。他们经历着不同的悲喜，拥有不同的成就与遗憾。既然所有的可能性都已经存在，我们不禁要问一个大胆的问题：我们能不能透过某种深层的内在操作，透过所谓的瞬间转念，直接跨越树枝的间隙，切换到另一个版本的生命轨道上？这种意识跳跃是否只存在于科幻电影中，还是说它其实是我们大脑与心灵本就具备的潜能，只等待着我们去唤醒与运用？今晚我们将展开一场颠覆认知的内在旅程。我们将结合神经科学的最新发现、心理学的深层防卫机制，以及古老灵性传统的智慧，为你解开意识跳跃的科学与心灵密码。这不仅仅是理论的探讨，更是一场实用的心灵手术，教导你如何松开对现有痛苦现实的执着。请给自己一个舒适的姿势，让身体的重量慢慢沉入床铺。深吸一口气，将今天所有的喧嚣与疲惫，连同你对我是谁的固著认知，一起缓缓吐出。放空你的大脑，打开你的心智，让我们一起跨越维度的边界，探索那个隐藏在量子汤中无限自由的你。第一章：量子叠加态与大脑预设模式网络的纠缠。在量子力学中，微观粒子在被观察之前处于一种名为叠加态的奇妙状态，它同时在这里也在那里，同时向上旋转也向下旋转，所有的可能性同时存在，交织成一片充满潜能的量子汤。直到意识介入观察的瞬间，波函数才会塌缩，决定出一个单一的物理现实。我们的生命轨道本质上也是一种叠加态，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为何总是感觉自己被困在同一条沉重、单调且充满限制的轨道上，无法动弹？神经科学给了我们一个精准的答案，这是因为大脑中的预设模式网络 （Default Mode Network） 简称 DMN 过度活跃。DMN 是我们大脑的自动驾驶系统。当我们没有专注于具体任务时，它就会接管我们的意识，不断反刍过去的遗憾，担忧未来的风险，并反复强化一个固定不变的自我故事。它像是一个严厉的剪辑师，将无限的量子可能性强制修剪成符合过去经验的狭隘现实。你之所以觉得无法跳跃到另一个平行宇宙，是因为你的 DMN 不断向你发送你做不到，这不可能，你就是这样的人的自我设限讯号。这些神经回路经过长年累月的重复放电，变得如同高速公路般坚不可摧，将你的意识牢牢锁死在当前的频率与轨道上。那么，该如何打破这个僵局？答案在于唤醒大脑的另一个系统——任务正向网络 （Task Positive Network，TPN）。当我们进入深度的专注
冥想，或者是全然沉浸于当下的一瞬间 ，TPN 会被强烈激活，而 DMN 则会随之静默。就在这个短暂的静默缝隙中，自我故事的锁链断裂了。这就是瞬间转念的神经学基础。当 DMN 的喋喋不休暂停时，你不再受限于过去的记忆与创伤，你的意识重新回到了充满无限潜能的量子叠加态。在这个神圣的静止点上，你拥有了一次重新选择生命轨道的机会。意识跳跃的钥匙就隐藏在思绪的空白处。第2章，荣格共识性与意识频率的共振。如果我们成功让大脑静默，回到了无限可能的十字路口，下一步该如何精准地切换到我们渴望的那个平行宇宙呢？心理学大师卡尔·荣格提出的共识性 （synchronicity） 概念为我们提供了指引。共识性是指外在事件与内在心理状态之间产生了非因果关系的有意义巧合。在多重宇宙的框架下，我们可以将共识性理解为频率的共振。每一个版本的你，每一条生命轨道都有其特定的振动频率。悲伤与匮乏的轨道是低频沉重的，喜悦、丰盛与自由的轨道则是高频轻盈的。你无法在散发出匮乏频率的状态下强行进入一个充满丰盛的平行宇宙。这意味着意识跳跃并非向外寻求改变，而是一场内在频率的调教。你必须在物理现实发生改变之前，先在内在成为那个平行宇宙中的你。这涉及到荣格所谓的原型 archetypes 唤醒。你要唤醒内在那个本具足的、已经成功、已经疗愈的原型力量。当你能够在每一个当下，透过深刻的冥想与观想，让自己完全沉浸在那个理想版本的感受中，去感受那份自信、那份平静、那份狂喜，你的大脑与心脏就会开始发射出全新的电磁频率。这股高频率的震波会穿透维度的障壁，与那个理想的平行宇宙产生共识性的共振。就像两把音叉，当你敲响了内在的高频音叉，外在宇宙中相同频率的轨道就会被唤醒并向你靠拢。这时，奇迹般的巧合开始在你生命中频繁出现，遇到对的人，灵光乍现的点子，意外的机会。这些不是随机事件，而是你正在滑入新轨道的明确路标。意识跳跃的奥秘在于，不是外在的世界改变了你的心情，而是你坚定不移的内在状态，迫使外在的世界重新排列组合，以匹配你全新的振动频率。你就是那块磁铁，吸引着属于你的多重宇宙向你塌缩。第3章，神经可塑性与瞬间转念的物理机制。或许你会怀疑，单凭思想和感受，真的能改变物理现实吗？让我们回到神经科学的硬核领域。大脑并非一成不变的硬体，它具有极强的神经可塑性 （neuroplasticity）。著名的赫布理论 （Hebbian Theory） 指出，一起激发的神经元会连接住一起 （neurons that fire together, wire together）。当你反复陷入旧有的悲观思考时，你在强化旧轨道的神经连结；而当你决定瞬间转念，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高频率的愿景时，你正在大脑皮层中开拓一条全新的高速公路。每一次转念都是一次微观的物理结构重塑。你在物理层面上正在构建一个全新的大脑。这不仅仅是心理安慰，它涉及到多巴胺与血清素等神经传导物质的重新分配。当你专注于平行宇宙中那个美好版本的自己时，大脑会分泌出多巴胺，这不仅带来愉悦感，更会强化这条新的神经回路，让你更有动力去采取与新轨道相符的行动。神经化学物质成为了你跨越维度的燃料。瞬间转念的威力在于它的决断力。
它不是缓慢的适应，而是一次量子跳跃式的决策。就像薛丁格的猫，在你决定改变视角的瞬间，生死叠加的状态瞬间塌缩。你切断了供氧旧神经回路的能量，将所有的生命力灌注到新的回路中。这一刻，你在神经学上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你了。物理学家大卫·波姆 （David Bohm） 曾提出隐卷序 （implicate order） 的概念，认为宇宙深处存在着一个隐含的秩序，我们的意识深处也连接这个秩序。透过神经网络的重塑，我们不仅改变了自己，我们正在与宇宙的深层秩序重新对齐，将隐卷序中的美好潜能展开为显卷序的物理现实。第4章，道家无为与量子塌缩的奇妙交汇。如果转念如此强大，为何我们常常在努力尝试后依然失败？为何过度渴望切换轨道，反而会将我们困在原地？这就必须引入东方道家思想中最深刻的智慧——无为。无为，无为并非什么都不做，而是不妄为，不强求。从量子力学的角度来看，当你处于极度渴望、焦虑不安的状态时，你的内在其实是在散发着我现在没有，我极度匮乏的频率。这种充满用力与执着的观察方式会导致量子波函数塌缩在一个令你失望的现实中。你的用力过猛，恰恰阻碍了跳跃的发生。道家的无为教导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完美的量子观察者。它要求我们在设定了意图、感受了平行宇宙的高频率之后，就要学会彻底的放下 letting go。 就像将一粒种子埋入土中，你不需要每天把它挖出来看它有没有发芽，你需要的是信任，是顺应宇宙法则的流动。当你进入无为的状态，你的大脑波会从紧张的贝塔波降至放松而专注的 alpha 波，甚至菲塔波。此时，你的意识防卫机制降到最低，你不再试图去控制每一个细节。正是这种不干预的状态，为奇迹留出了空间。你允许了宇宙以最自然、最省力的方式将你引导至新的轨道。意识跳跃的极致艺术在于极度的渴望与极度的放下并存。你在心中描绘了最壮丽的多重宇宙蓝图，但在现实中，你却能安住于当下，享受每一口呼吸，接纳眼前的一切。当你不再迫切需要逃离现在，现在就无法再困住你。这是一个绝妙的宇宙悖论。第5章，阴影整合与跨维度的自我对话。在我们试图跳跃到一个充满光明与成功的平行轨道时，我们往往会忽略一个巨大的阻力，那就是我们在当前轨道中所压抑的阴影 the shadow。 荣格心理学指出，那些被我们否认、厌恶的自我面向并不会消失，而是隐藏在潜意识的深处。如果我们对目前的自己充满了评判与憎恨，急迫地想要透过跳跃来抛弃这个失败的自我，这种行为本身就带着强烈的排斥能量。在能量不灭的宇宙法则下，你越是抗拒什么，就越会强化什么。你企图逃避的阴影会成为将你死死锚定在低频轨道上的重力。因此，真正的意识跳跃必须伴随着深度的阴影整合。你必须在心里与那个充满恐惧、脆弱甚至自私的当下自我进行一场跨维度的和解，去理解这个版本的你也只是在竭尽全力地保护你不受伤害。用那个平行宇宙中高频、充满智慧的你的视角来拥抱现在这个受伤的你。当你能够接纳自己的每一道裂痕，不再视当前的生活为一种惩罚，而是一种体验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内在的战争平息了，消耗你精神能量的漏口被堵住了。你收回了投射在阴影上的巨大力量。这股被释放出来的庞大能量
将成为你推动生命轨道切换的火箭推进器。我爱这个经历过挫折的我，因此我自由了，我允许自己滑向更好的未来，这就是最强大的转念咒语。包容你的过去，才能真正解锁你的未来。多重宇宙的大门，只为那些愿意完整接纳自己的人敞开。第6章，依附理论在多重宇宙中的释放。在心理学的依附理论 （Attachment Theory） 中，我们探讨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但有趣的是，我们对现实本身也存在着某种依附风格。我们为何难以瞬间转念？往往是因为我们对当前的痛苦现实产生了焦虑型或逃避型的依附。有些时候，痛苦虽然折磨人，但它是熟悉的、可预测的。大脑的杏仁核倾向于选择已知的地狱，而不是未知的纯洁。我们紧紧抓住受害者的身份不放，这就是对旧轨道的焦虑型依附。我们害怕一旦松手，一旦不再受苦，我们就会失去自我认同，坠入无尽的虚空。意识跳跃要求我们培养一种对宇宙的安全型依附 （secure attachment）。这意味着深深的信任，即使你放开了对当前剧本的执着，宇宙的网络依然会接住你。你相信，在无数的平行宇宙中，总有一个版本为你保留着无条件的爱与丰盛。你不需要透过受苦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当你建立了这种安全感，瞬间转念就不再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搏斗，而变成了一场轻松的游戏。你可以像切换电视频道一样，优雅地从一个充满限制的频段切换到一个广阔自由的频段。你不害怕失去现在，因为你知道，真正的你超越了所有的轨道与维度。现在，随着夜色越来越深，我们即将进入最后的跨维度旅程。这是一场为你量身打造的睡前冥想。请允许我的声音成为你在多重宇宙中穿梭的引导所。深吸一口气，将注意力带回你的身体。感觉你的双脚，他们在今天走过了许多路，现在让他们完全放松，沉入床垫。感觉你的小腿、大腿，释放所有紧绷的肌肉。这份温暖的放松感，像金色的水流，缓缓向上，流过你的骨盆、腹部、胸腔。每一次心跳都在传递着平静的讯号。放松你的肩膀，放下你扛在肩上的那些不属于你的责任与担忧。放松你的颈部、下巴，微微张开嘴唇。最后，放松你的眉心，舒展你的大脑。想象你大脑中那个喋喋不休的预设模式网络，就像城市夜里的灯光，一盏一盏的熄灭，只留下一片纯净、深邃的黑暗空间。在这片安宁的黑暗中，你已经脱离了白天那个固定的角色。你不再是那个充满焦虑的员工、疲惫的父母，或是受伤的灵魂。你回归到了最纯粹的意识状态，回到了宇宙初开时的量子汤中。在这里，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只有无限的潜能。现在，在你的心智荧幕上召唤出那个你最渴望切换过去的平行宇宙。在那个宇宙里，你已经实现了心中的梦想，你感到彻底的自由、健康与丰盛。不要只是看着它，而是大胆地、轻盈地向前迈出一步，在想象中跨入那个闪耀的轨道，穿上那个理想自我的身体，感受它的呼吸节奏是如此的深沉与平静，感受它的心跳充满了力量与喜悦。你的每一个细胞都在与这个全新的高频率共振，大脑中的神经元正在重新连接，为你铺设一条通往美好现实的高速公路。告诉自己，我已经准备好放开旧的剧本了。我原谅过去所有的挣扎与痛苦，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使命。
我选择以一种无为的、放松的姿态，允许宇宙的奇迹流入我的生命。我信任这股将我托起的宇宙之流，将这份无比满足、极度安定的感觉深深地烙印在你的潜意识中，让它成为你今晚梦境的底色。当你在这高频的共振中睡去，你的意识正在进行深度的跨维度工作，你的物理现实正在悄悄地为你重新排列组合。没有什么需要担忧的，也没有什么需要用力去追求的。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已经在那个与你频率相符的维度中等待着与你相遇。你只需要放松，再放松，轻轻地滑入那个充满爱的轨道。伴随着这份深沉的确信，让呼吸带领你进入最甜美的梦乡。每一次的吸气都吸入宇宙的无限潜能，每一次的吐气都释放掉最后一丝对旧轨道的执着。你安全了，你自由了，你已经抵达。将你的意识沉浸在这片广阔无垠的宁静之中，感受那股来自生命源头的温暖，正在修复你疲惫的身心。放下所有抵抗，让自己融化在多重宇宙最温柔的拥抱里。一切都好，一切都已圆满。夜深了，让思绪像落叶般静静归根。愿你在这高频的梦境中汲取跨越维度的力量。明天醒来，你将睁开一双全新的眼睛，看见一个为你敞开大门的崭新现实。去睡吧，亲爱的旅人。我们在下一个充满觉知的早晨再见。